据新华社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全球性动荡变革，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经贸合作稳步推进，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桥实现通车，打通一条两国互联互通的新通道。中方愿同俄方推动双边务实合作行稳致远。中方愿同俄方继续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密切两国战略协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沟通协调，促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普京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俄方表示衷心祝贺。今年以来，俄中务实合作稳步发展，俄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反对任何势力借口所谓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建设性努力。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秩序稳定。各方应该以负责任方式推动乌克兰危机得到妥善解决，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应有作用。近2个月以来，美国方面不断有消息释放出来称，拜登政府很快将宣布取消部分对华关税，来应对国内面临的巨大通胀压力以及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对此，外交部回应称，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全球高通胀形势下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整个世界。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周二报道，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表示，预计拜登将在未来几周内就是否延长前总统特朗普加征的对华关税做出最终决定，但目前仍未有最终定论。他还批评特朗普政府加征的一些关税是不负责任的，没有推进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反而增加了家庭和企业的开支。对于美方释放的可能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关税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再次作出回应。这里作为原则，我愿意重申，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在全球通胀高企的形势下，从企业和消费者利益出发，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据统计，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针对中国商品发起关税战，总额高达3700亿美元。白宫宣称此举可以降低对华贸易逆差，但美方统计数据不断打脸。美国海关表示，2021年对华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3553亿美元。经济学家指出，对华加征关税导致每个美国家庭支出增加1300美元，也令美国企业损失1.7万亿美元。成本增高导致美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下降明显。在关税居高不下等综合因素之下，美国5月份 CPI 已经飙升至创纪录的8.6%。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约83%的受访美国人认为自己经济状况很差或不太好，35%的人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一点也不满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拜登的支持率降至36%的最低谷。为应对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威胁，今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实施了75个基点的史上最强手腕加息，并可能在6月和7月的2次货币政策会议上再度分别加息50个基点。但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也担心，大幅加息可能导致经济降温，甚至引发衰退。权威财经智库机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就建议，取消对包括中国商品在内的一系列加征关税，可能会对美国的通胀率降低1.3个百分点。但白宫内部就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关税产生严重分歧，除商务部长雷蒙多外，财长耶伦也主张至少部分取消关税。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却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减免对华关税，认为关税是今后与中国谈判的重要砝码。有分析指出，虽然白宫内部意见不一，不过面对美国当前的高通胀和各种社会问题，拜登政府的选择余地并没有那么大。
拜登政府即使呢不为别的考虑，就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为了中期选举的胜利，他们呢也确实需要在经济上有更加抢眼的表现。但是呢，拜登政府呢也很怕自己呢豁免对华加征关税，或者说推动中美贸易关系回归正轨的政策举动，会被共和党所利用，作为攻击他的政治手段。拜登近期也宣布，解决高通胀是最优先任务。分析认为，取消部分对华加征关税已经进入白宫的讨论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美方近期以非关税手段搞对华全面竞争愈演愈烈。拜登上台后继续执行甚至扩大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中企的所谓实体清单，针对中概股的预摘牌名单不断扩大，尤其恶劣，尤其加大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小院高墙式围堵的力度。外界注意到，周一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就一项提案达成一致，这项提案将赋予美国政府新的权利，让其可以阻止价值数十亿的美国对华投资。同时，美国国会正在推进一项针对中国的美国竞争法案，要拨款近520亿美元支持美国半导体业扩大在美国的业务，旨在提高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这并不能改变美方对中方呢整体是一种竞争的立场。同时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除了在经贸领域之外，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拜登政府呢实际上也在竭力打造所谓的价值观联盟，而且呢正在将这种价值观联盟和在经贸领域所谓的技术联盟相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美国所主导的价值链和供应链。上周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美关系相关议题受到高度关注。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相会现场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专访，在谈到中美贸易关系时，崔天凯认为所谓的脱钩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真正利益。 This is quite clear. Look at the inflation rate right now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 of the reason was the tariffs imposed by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on trade with China. It is hurt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hemselves. So adding these political conditions to trade and mutual investment, try to decouple against the economic reality, will hurt the interests of everybody. So we are against that. 此外，周三上午，国新办举行记者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呈现恢复势头，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生产需求逐步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主要指标边际改善。傅林辉同时也强调，国际关系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面临不少困难挑战。那我注意到一揽子措施是今天的高频词。5月24号，国务院发布了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全国各地也在陆续的来落实。傅林辉今天表示，措施的成果将在6月份逐渐显现。如果疫情能够被有效控制，2季度我国经济有望实现合理增长。美国总统拜登说，他倾向于放宽一些对华关税，这发出怎样的信号呢？主持人好。关于降低或取消特朗普政府对华进口加征的关税，美国政府呢今年上半年一直在讨论，但是呢内部意见分歧，一直没个定论。现在呢拜登总统有点着急了，出面告诉内阁成员，他呢倾向于放宽特朗普时期部分对华关税，这就意味着美国呢要解除部分对华加征的关税了。综合美国释放的各种信号，估计呢会取消大部分日用品的关税，但仍然保留一部分，就是他们所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的关税。美国为什么要取消呢？为了压低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胀率5月份高达8.6%，再压不下去，拜登的民主党呢可能在这个中期选举中呢就会大败。现在这个中期选举的初选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两党的竞争非常激烈。一些民主党议员呢已经发出警报，说不一定会支持拜登连任。所以呢，拜登把压低通胀作为第一优先，因为能不能压低通胀呢，关系到拜登的政治生命和民主党的前途。所以拜登倾向解除部分对华关税。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美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和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看来呢要撞到南墙上了，结果呢远比他们的预期要糟糕。所以呢也不排除美国借降低关税来向中国示好，以便呢能共同应对目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困境。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包括呢这个发力促成这个俄乌停战，这个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稳定等等。
中国呢也给美国轻心计了，说呀，这个中美关系呢处在关键十字路口，中国呢愿意与美国探讨实现这一愿景的路径和方法，那么我们呢就不妨把美国主动减少关税看作是改善对华关系的橄榄枝。您觉得美国的通胀为何会比其他国家高呢？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吗？这是一个好问题。美国的通胀呢很高，欧洲国家的通胀率呢正在接近美国。比如说德国的通胀率呢就达到了50年来的新高，5月份呢达到了7.9%。这里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一是支持乌克兰对俄战争，欧美联手制裁了俄罗斯经济，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抬高了通胀率。现在呢，这个美欧啊都有尽快促成停战的愿望。美国之所以通胀更高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是，自从疫情以来啊，美国政府批准5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还向民众呢直接派发了现金促进消费，这呢就是所谓的直升机撒钱。结果呢是刺激了消费，但是供给侧发生了问题，疫情、关税加征和对俄经济制裁呢导致的供应链中断，那么需求呢大于供给，使得物价飞升。而美联储呢在控制通胀上呢也下错了药，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结果导致通胀率在8%以上。那么再往下走呢，不能够实现这个软着陆，就可能导致经济衰退。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受访的70%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呢在2023年下半年将陷入衰退，这是不好的征兆。而美国经济一旦进入衰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包括对中国经济呢都是有害无益。所以美国能不能压低通胀，不仅呢事关民主党的执政前景，也事关美国及全球经济。也许现在呢，这个美国呢得好好的深思一下中国给的忠告，合作共赢才是正道。这个霸凌折腾只有倒霉。针对台陆委会负责人不当言论，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三回应表示，针对台独势力挑衅逼迫而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挫败分裂国家图谋的正义之举，何来所谓宣战之说？马晓光还警告，台独若触碰红线，我们必将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坚决粉碎。此外，大陆日前表示，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民进党当局予以否认，称台湾海峡就是国际海域。马晓光也痛斥民进党当局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令人不齿。国台办周三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强调，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解放军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一定会打到底。台陆委会负责人竟然声称这是藐视国际关系和平原则的宣战行径，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是歪曲台湾问题性质，抹黑大陆对台方针。那么，针对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而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挫败分裂国家图谋的正义之举何来所谓宣战之说？民进党当局如果继续错判形势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沉迷于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迷梦，在台独的道路上铤而走险、触碰红线，我们必将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坚决粉碎。美国近期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对此马晓光表示，日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第19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已就台湾问题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掷地有声，信号清晰。6月1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卢森堡举行会晤，对中美关系中如何妥善处理台问题表明了我们立场亮明了我们底线当然也提出了解决我们问题的办法。香港中评社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国防外交中从来都贯穿着底线思维。魏凤和防长在相会上关于东亚地缘安全问题的表态，正是底线思维的彰显。魏凤和防长在演讲中说，和平统一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愿望，我们对此怀有最大的诚意，愿付出最大的努力，现在仍然在继续做最大的、最真诚的努力。军人讲和，这样说已经是达至最大限度的善意了。但是美方利用台湾问题来制约中国，怂恿台独以武拒统，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对此，中国军方不可能没有高度的警惕以及应变的充分准备。
由此可以理解，魏凤和防长关于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的表达，绝非恫吓，而是中国军方底线思维的最明确、最不含糊的阐述。同时，魏凤和防长的讲话为东亚的安全划清了底线，尤其是给美日在东亚的军事意图与动作划清了底线。美方在认定了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反独促统的决心是美方不可能去撼动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说他就会以此作为一个下一阶段政策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在对台的这样一个勾连上更多的强调，或者说在台海的这样一个台湾牌的炒作上更多的强调与台湾防务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一个深化和升级，包括从美国对台的军售，还是说美台之间这种未来的联合演训的方向，都可能朝向一个面临着这种所谓的岛屿作战的这样一种实战的方向去进行一个战术上的一个实务上的一个深化。有记者问，今年是九二共识30周年，9·2共识对两岸关系发展有重要作用，但30年来两岸关系及国际局势都出现变化，请问大陆方面是否会考虑与台湾方面寻求一个新的更适合当前两岸解开僵局的共识？马晓光强调，事实证明坚持9·2共识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发展，否定9·2共识两岸关系就会陷入紧张动荡。2016年以来，两岸关系之所以持续恶化，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9·2共识，单方面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岸关系的症结和解方都非常清楚，我们已多次表明，只要停止谋独挑衅，坚持9·2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两岸僵局就可迎刃而解，两岸之间的对话交往都不成问题。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军舰多次通过台湾海峡，不断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美国彭博社报道称，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军方近几个月与美国军方会谈中多次强调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但拜登政府声称对此感到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就此表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海峡最窄处约70海里，最宽处约220海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台湾海峡水域由两岸的海岸向海峡中心线延伸，依次为中国的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中国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利。此外，国际海洋法上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有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在为其操弄涉台问题、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但美方仍在操弄相关议题。美军方周日宣称将继续在台湾海峡进行自由航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二在给路透社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再次宣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的这样一个表态，它实际上是中方一个一贯长期坚持的一个基本立场。我觉得中方一个表态对他来说就是一种震撼教育，在于那么在台海问题上，美方所曾经认为的一套所谓的规则、一套规范和一套他所行事的逻辑，那么可能是行不通的。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外部势力，那么他在国际法也好，还是从这种政治或者说主权的原则也好，他是没有任何理由和这样一个立场去介入台海的。而台湾民进党当局则附和美方说法，妄称台湾海峡就是国际海域。马晓光周三表示，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令人不齿。外交部发言人已经代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表明了我们的态度那么我们想民进党当局他炒作这个问题完全是为了配合外部势力完全是基于台独分裂的这个图谋那么这种做法损害两岸同胞利益也损害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令人不齿的。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袁征表示，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对台湾海峡具有管辖权，但是美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美国没有加入这个公约。美国之所以主张台湾海峡是国际通道，是为了给美军舰机穿行找借口。但中方一直强调，美方必须是无害通过，外国船只在通过这一地区时，不得有示威和挑衅的意味。事实上，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带有军事威慑性质，意图炫耀武力，甚至有侵犯中国主权的危险，是损害我方利益的行为，这是中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今年以来，美国海军舰艇已经先后5次穿过台湾海峡。最近一次发生在5月10号，美国海军罗亚尔港号导弹巡洋舰穿过台湾海峡，并朝作解放军东部战区全程跟监警戒。目前，美国海军穿过台湾海峡基本保持着1月1次的节奏，但并非每次类似行动都会特意宣扬。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海军舰艇累计穿过台湾海峡9次，2020年为13次，2021年为12次。彭博社的报道称，虽然中国大陆经常抗议美军在台湾海峡的行动，但在此前的中美会谈中，台湾海峡的法律地位并不常被讨论。目前尚不清楚最近的主张是否表明中国大陆将采取更多措施对抗进入台湾海峡的外国军舰。那么我相信，在未来一个阶段，我们看到在台海有很多越来越多的这样的这种美国曾经习以为常的这种惯例、这种现实、这种固定的既往认知这种框架的思维，包括一些他所认为的规则，会不断的被证伪、被打破。俄乌冲突进入第111天，顿巴斯地区双方展开激烈争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恐怖来形容乌军在北顿涅茨克的伤亡。他还透露，俄军已经控制当地80%的范围。乌国防部表示，仅收到西方承诺援助武器的10%，目前迫切需要现代反导系统。而北约似乎已经开始对军事援乌失去兴趣，呼吁和谈。泽连斯基周二在视频讲话中透露，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和哈尔科夫遭受了严重损失。他呼吁乌军坚守顿巴斯地区，并形容北顿涅茨克市的战斗令乌军伤亡非常高，简直就是恐怖。Втрати, на жаль, втрати, і вони болісні, але потрібно триматись. Це наша держава. Триматись саме там, на Донбасі, життєво необхідно. Чим більше втрат отримає ворог саме там, тим менше сил у них буде, щоб продовжувати агресію. Тому Донбаський напрямок ключовий для визначення того, хто буде домінувати найближчими тижнями. 有当地官员透露，由于战况激烈，战前人口为10万的北顿涅茨克市，目前大量居民逃离，仅有约1.2万人留在当地。泽连斯基强调，乌东地区战事的结果非常重要。他表示，早在俄乌全面冲突爆发之前，乌克兰就向西方提出获得反导系统的要求，但至今仍未获得满足。马利亚尔抱怨称，目前乌克兰收到的武器只有之前所要求的10%。据他介绍，乌军每天耗费大约6000发炮弹，而俄军比他们多耗费10倍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周一乌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在推特上列出一份要求西方提供的武器清单，包括300套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等。但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这一要求不切实际，因为这相当于美英两国迄今承诺的总量的7倍，大约是目前美国现有多管火箭发射系统总量的1半。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乌官员的预测报道称，以目前战事发展的速度，如果西方不能及时大幅增加对乌援助，那么俄军有可能在8到9月完全控制顿巴斯。该报甚至认为，西方交付重型武器的数量和时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乌克兰的命运。在被泽连斯基形容为伤亡恐怖的北顿涅茨克，俄乌双方争夺的焦点是阿佐特化肥厂。外界担忧，这座建有较大规模地下防空洞系统的工厂或成为第2座亚速钢铁厂。乌方官员表示，有大约500名平民被困在阿佐特化肥厂。俄乌双方为争夺一栋楼都可以打上1整天，足见战况之激烈。而目前横跨北顿涅茨河的3座桥梁已经全部被俄军炸毁。В боях на Донбасі, а вони точно увійдуть у воєнну історію як одна з найбільш жорстоких битв у Європі і за Європу. 周二，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负责人米金采夫表示，俄方将于莫斯科时间周3 8点至20点之间开通从阿佐特化肥厂通往卢甘斯克地区斯瓦托沃市的人道主义通道，以便厂区里的平民撤离。俄方还呼吁化工厂里的乌武装人员和外国雇佣兵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并释放平民。Автомобили будут поделены на 2 потока, один из которых пойдет в населенные пункты освобожденной Харь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от, значит, имущество идет из расчета адресной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помощи. Порядка несколько тысяч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мы сможем обеспечить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помощью через центральные районные больницы и через другие медицински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оенные структуры.
如果双方在这个化肥厂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话，很有可能导致化肥厂内部的化学燃料的连环爆炸，会造成俄乌双方的人员的伤亡。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俄军不希望看到的。俄军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的一个宗旨就是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那对于乌军来说，在这个化肥厂内部的雇佣兵和乌军守军来说，面对着他们只有2条路的选择，要不就是饿死或者战死在化肥厂内，要不就是像这个亚速钢铁厂一样缴械投降。乌东战事焦灼之际，在乌克兰北部和南部，乌军也在发起反攻。周一，乌军方发布视频称，在扎波罗热州通过火炮打击了俄军设在当地的弹药库和燃料库，给俄军后勤补给造成了重大损失。Той самий польський Т-72 Б3 одна з багатьох машин, на які дуже чекали на фронті. 乌军指挥官表示，尽管都是源自苏联的坦克，但相比于乌克兰本国的型号，波兰援助的版本性能更为先进。Як зранить Мерседес з Жигулями. Жигулі стоять, оце Мерседес. 外界注意到，进入6月以来，北约援助乌克兰武器的速度明显放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日罕见释放敦促乌克兰重启和平谈判的信号。他当天在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晤后称，和平是可能的，唯一的问题是，为了和平，你愿意付出多少代价？为了和平，你愿意付出多少领土主权和独立性？斯托尔滕贝格未表明乌克兰应该接受什么条件，但称应由付出这些代价的人自己做出判断。更为罕见的是，斯托尔滕贝格还主动以芬兰模式作为例子。他说，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芬兰曾把卡累利阿割让给苏联。斯托尔滕贝格认为，苏联与芬兰达成和解的方式是芬兰能够从2战中走出来，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原因之一。观察指出，此前一直拱火的北约公然转风向，并非毫无原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期报道，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国家和组织的官员正在定期会面，试图为停火和实现和平制定计划，但乌方官员并未参与其中。整个欧洲也逐渐认识到，如果俄乌危机继续打下去，打得越激烈，对于欧洲本土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的。以前美欧对于乌克兰的军援都是弹药库里面的陈旧武器，那未来一段时间，如果持久战拉锯的话，那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将开始这种新型的武器。这种新型的武器是要动用美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资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资本叠加俄乌危机导致的美西方的经济危机，对于美西方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俄乌最后一次面对面和谈是3月中下旬于土耳其进行的，俄方证实此后仅有个别谈判代表个人间通话，然后一切就都结束了，没有官方层级的接触。此外，自俄方4月15号向乌克兰提交协议草案后，俄方始终没有收到乌方任何答复。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提出的与普京面对面会谈的要求，俄方表示并不拒绝，但前提是需要做好准备。而就在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德国电视2台今日新闻节目采访时表示，乌方愿同俄罗斯继续进行双边谈判，但条件是俄方做好结束战争的准备。他还表示，失去马里乌波尔是乌方最大的损失，并要求德国提供现代防空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捍卫顿巴斯地区意义重大，乌东地区的战斗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您对此有何分析？我个人认为，泽连斯基总统的表态透露出的信息就是，俄乌正在进行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战线拉得很长，战场也很多，似乎一直没有出现决定战争进程的大会战。现在来看的话，顿巴斯地区正在进行一场大会战。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来看的话，顿巴斯会战就是一场主力会战。所谓的主力会战，其意图就是要进行主力会战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刻要战胜敌人。它体现着全部战争计划和一切措施，以及对未来一切遥远的希望和朦胧的想象。对这个大胆问题做出答案是命运攸关的问题。这似乎印证了泽连斯基对目前发生在顿巴斯地区战斗的描述。另外我们会发现泽连斯基其实很少就战场的态势或者战术的部署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过去几个月中，他扮演的是外交沟通和后勤保障的角色。
没有表达过对某一场战斗必须拿下这样的意思。即便是在马里乌波尔战役中，泽连斯基也没有下达死守的命令。两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顿巴斯战役的确是关乎战局的决定性的战役。从目前俄乌两军在战场进行的布局和态势来看，顿巴斯战役，尤其是在现在的北顿涅斯克战场，已经成为整个战场中的焦点和重心。俄军的主力部队和火力集中于顿巴斯，对北顿涅斯克进行强攻。这个10万人的城市呢，现在只剩下了1万多人。从俄军最近透露出的作战的目标也可以看得出，拿下北顿、占领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基本上目标就算是完成了。所以俄军的攻势呢是异常的猛烈，这对两军也是一个极限的考验。乌军在哈尔科夫、赫尔松、扎波罗热等战场呢处于反攻的态势。北顿涅斯克战场的确可以牵制部分的俄军主力部队。另外呢，北顿与利西昌斯克、斯拉维扬斯克构成了巨大的战场，北顿和利西昌斯克隔河相望。如泽连斯基总统所说的，一旦失去了，要夺回来就很难了。俄乌双方的力量和意志的博弈越来越聚焦于顿巴斯地区。在几个月之前呢，我曾经提到过，如果顿巴斯小战争的话，俄乌是有可能找到妥协的空间。但是现在来看，顿巴斯显然是一场大会战的焦点了。拿下顿巴斯是俄军的一个目标，甚至是不能退缩的目标，也就是这场特别军事行动最原初的一个目标。而对于乌克兰来说呢，北顿的战局关系到军队和国民的士气，关系到未来要接受何种结果。当然呢，这也关系到西方对于乌克兰的援助的力度。乌克兰要求西方国家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因为目前乌克兰的库存武器几乎消耗完了。您对此如何看？随着顿巴斯战役的升级，或者说俄乌两军的主力会战，战场的形态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第一阶段相比，俄乌两军进入了阵地战、消耗战，在绝对的火力压制之下呢，很多的战术技巧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乌克兰方面透露，俄乌之间的炮兵火力对比达到了10比1，有些交战地区呢甚至达到了惊人的20比1。换句话说呢，俄乌两军在顿巴斯地区的会战就是火炮火力的对决。在猛烈的炮火之下，乌克兰军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重型武器的不足。进入阵地之后，乌军的短板和软肋暴露出来，乌军面临的是俄军密集的火力阵地。可以说，决定北顿的战斗态势的是双方重型火力的对比。在此之前，西方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重型武器，但是乌克兰披露说呢，只收到了1/10左右。而激烈的阵地战和消耗战让乌克兰的苏制武器库存和弹药的库存基本上是消耗完了。乌克兰呼吁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快军援，而乌克兰提出的武器清单呢也是很惊人的。美国的退役军官就分析说，其实美国和北约提供的军援的速度并不慢。面临的问题就在于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运输线的安全性的问题，以及乌克兰军队士兵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掌握北约制式的武器，尤其是复杂的武器系统，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顿巴斯战役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双方的损失都是很大的。乌克兰自曝困境，其中的一个目标就是为了施压西方加快重型武器的运输。但也可以看到，顿巴斯战场的乌军确实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主力会战的目标除了消灭对方的主力军、占领土地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击垮对方的意志。顿巴斯主力会战已经变成了乌克兰军队、西方的武器和俄罗斯之间的对决。在这样的格局之下呢，乌克兰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和地位。如果军援不及时，乌克兰军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泽连斯基总统最近也表示，乌方愿同俄罗斯继续进行双边谈判，但是条件呢是俄方要做好结束战争的准备。我个人认为，顿巴斯战役结束之后，俄乌双方有可能也应该重启双边谈判，谈判桌才是战争的终点，也只有在谈判桌上才能够谈出和平协议。
刚参加完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之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就动身前往日本，时隔仅3天，再度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会谈。外界注意到，马尔斯在相会上表示，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会见是迈出重要第一步。他在日本又有什么表态？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近年来与多国签署协议，加强军事合作，更频频在海上耀武扬威。日本到底有何企图？来看看分析。当地时间周3，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防卫省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加强两国防卫合作。日本共同社认为，日澳防长密集会见十分罕见，凸显双方关系紧密。会谈结束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岸信夫强调，确认将进一步提升日澳的实战性防务合作、相互运用性、训练和活动的水平。马尔斯在同意加强合作的基础上，指出将发挥各自的强项，强调合作发展两国的科技和战略能力。Only by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Indo-Pacific can we uphol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contribute to an effective balance of military power, and ensure our region remains stable,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深圳卫视东京特约观察员毛峰认为，日方借相会之机邀澳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访日，巩固和加强日澳防务关系的用意明显。但是，尽管岸信夫不断鼓吹所谓的安保忧虑，但马尔斯将日方所称的中国威胁低调处理。根据我的了解，事实上在这次会谈当中，那个日澳双方也都没有过多的涉及到有关于中国军事威胁等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和上周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美日澳3国的防长会谈以及日澳的防长会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那么显示了，我们说澳大利亚在新的防长的引领下面，他采取的对中的一个比较务实的态度。外界注意到，澳前总理莫里森在任期间炒作多个涉华议题，让中澳关系逐渐下坡。6月12号，中澳防长在新加坡相会期间进行了约1个小时的坦率而全面的交流，打破了两国2年来的外交僵局。这也是两国防长3年来首次接触，被形容为破冰第一步。澳大利亚总理兼防长马尔斯在与中国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后表示，重视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还表示澳方并不希望看到太平洋国家陷入进一步军事化的局面。但马尔斯在访日时又释放出矛盾信号，他对日本经济新闻表示将学习中国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又污蔑中国进行不透明的快速军事建设。还表示，目前在南太，澳大利亚与中国正进行战略上的竞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澳大利亚这个跟着美国，搞脱钩、搞遏制中国的这么一个以后的这么个复杂的心境。就他看到了，实际上澳大利亚从2个方面看到了日本的这个国家战略当中的2条路径，一个就是日本一直以来长期搞这个我们说的战略自主性，那么在对华问题上，日本既要制华，又能够在制华当中，不让自己的自身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呢，又看到了日本在制华方面，它又有了一个积极主动，也跟随美国在战略上跟得更紧，而且呢，对华又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我们说的这个遏华的这么一个实际效果。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态度。近年来，日本紧随美国印太战略，在被称为亚洲小北约的美日印澳4边机制中十分活跃。些年以来，日本与多国签署协议，加强军事合作。1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简化两国部队联合训练时携带武器入境的手续，方便两国展开安全合作。5月，日本和英国也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便于两国举行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就在月初，日本海上自卫队4年来首次在地中海和北约兵力进行了联合演习。日本防卫省公布的演习照片显示，日本派出了鹿岛号训练舰和岛风号驱逐舰参演。日本海上自卫队成员还在甲板上为北约军舰雷谷助威。而在另一场北约军演中，尽管日本自卫队并未参加，但是日媒记者罕见地深入演习地点，甚至可以在战机的跑道旁边进行现场报道。日媒自己也感叹，整个采访过程几乎没有禁忌，实在是罕见。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近日宣布，日本海上自卫队最新改装的出云号直升机驱逐舰等4艘舰艇将于本月中旬启程，前往印太地区执行为期4个月的印太部署任务。期间，他们将参加包括全球最大海军演习环太平洋军演在内的多项联演联训活动。实际上，自2019年以来，日本海上自卫队每年都会组织所谓的印太部署行动，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也一直参与其中。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出云号很可能将与 F-35B 进行配合演练，而且结合以往情况来看，日本的印太部署行动规模不断扩大，时间不断拉长，今年已达到历年最大规模。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日本打着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贡献的旗号，但其印太部署行动难掩3个主要目的。首先，通过为期4个月的远洋部署，提升海上自卫队远海独立作战能力；其次，在巡航过程中增强远程投送能力，加强地区存在，提升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并对突发事件快速响应；第三，为未来的出云级准航母编队编程与作战探索经验，并提前进行磨合。国际社会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日本在军事上面，在不断的向远洋化方向发展，向那个更强化的方向发展。那么同时呢，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日本的那些军事强军的活动，那么根本上面其实反映了就是日本要在印太地区的印太战略当中充当美国的第2军，同时呢也利用美国对日本的松绑来提升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它的军事的存在感和影响力。此外，日方长期跟踪监视中国海军远海行动，频频通过炒作中国军队行动来刷存在感。日前，055型驱逐舰拉萨舰首次前往远海进行训练，就被日方全程围观。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周一晚间发布消息，当天有055型万吨驱逐舰102拉萨舰、052D 型导弹驱逐舰120成都舰和综合补给舰902东平湖舰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穿航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训练。日本海自出动多功能支援舰天草号、隼级导弹艇隼号、白鹰号以及1架 P1 巡逻机，对中方舰队进行追踪监视和情报收集。这个是日本做贼心虚的体现。日本炒作中国威胁和中国海军动向，其实都是意在日本突破这个我们说的和平宪法，增加防卫费用，来作为这么一个铺垫，来找这么个借口。来关注半岛局势。美韩日澳加大力度向朝鲜施压，计划于8月举行太平洋龙联合演习，模拟对朝鲜弹道导弹的探测追踪。美韩还将重启所谓延伸威慑战略磋商，探讨美国向韩国出动美军战略武器。另外，美国还正在加紧撮合日韩，将美日和美韩2个双边同盟扩展为美日韩3角同盟。尹锡悦政府和日方均表示，将就推动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恢复正常加强沟通。据韩国国防部消息，美日澳韩4国将于8月初在美国夏威夷海域进行太平洋龙联合军演，主要内容是模拟对朝鲜弹道导弹的探测追踪。报道称，此次联合演习在环太2022军演期间开始，预计持续2个礼拜。与澳大利亚同为情报共享联盟5眼联盟成员国之一的加拿大也可能参加。另一方面，韩国计划今年下半年联合美国和日本举行2次以上的导弹预警演习。演习以电脑模拟或发射导弹模拟导弹威胁，但不予拦截的方式进行。去年举行过3次，今年到目前为止举行过1次。美韩的这些军演呢，实际上呢，它的初衷呢是想，对朝鲜产生一定的这个威慑作用。但是从朝鲜最近的这个政策变化上来看，它不但没有这个遏制住朝鲜这样一个，就发射导弹呐和这个增强核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反而呢会使半岛的局势呢更推向一个朝韩关系恶化呀这样的一个危险的境地。外界注意到，尹锡悦政府上台以来，对朝政策转为强硬，1个月来已经与美军举行4次联合演习，规模和频率远超文在寅政府时期。期间，朝方也以试射导弹等进行回应，令半岛局势螺旋升级。
在上周刚结束的朝鲜劳动党8届5中全会上，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研判，朝鲜当前面临的安全环境十分严峻，周边危险局势也日趋恶化，强调继续加强国防建设，要毫不退让地坚持以强对强、正面突击的斗争原则。近期，美方和韩方都援引情报部门说法称，朝鲜将于近期进行第7次核试验。韩国外长朴振周日开启其作为外长的首次访美行程。周一在华盛顿与美国务卿布林肯会谈后，双方对外表示对朝鲜进行第7次核试验的可能性感到忧虑，并保持高度警惕。布林肯称，美方将继续对朝施压，并加大力度，直到朝方改变立场，重返对话与外交轨道。但布林肯又说，美国对朝鲜没有敌意。据报道，美韩外长还讨论了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起对朝新一轮制裁的计划。朴振则表示，韩美已就尽早重启延伸威慑战略磋商达成一致，如有必要，该机制将讨论在韩国部署美军战略武器。布林肯称，该机制将在数周内启动。所谓延伸威慑，是指美国将在盟国遭到核威胁或攻击时，为其提供核保护伞，动用常规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保卫盟国，亦如保卫美国本土。美韩两国2016年10月举行外长和防长共同参与的2+2部长级会议，决定组建延伸威慑战略磋商会议机制，探讨美方提供延伸威慑具体事宜。该磋商最后一次于2018年举行。文在寅执政期间推行对朝阳光政策，这项威慑意味明显的谈判中断约4年。韩国可能他想增强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防卫力量，那么他们就要引进美国的这样的一些战略武器到朝鲜半岛。这个美国可能也是打着这样的一个旗号，实际上他们一直呢从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太平洋战略开始呢，就已经打算呢把这个萨德呀或者一些战略核武器呢这个弄到朝鲜半岛。实际上它是剑指中俄，它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外长在华盛顿还展现了改善与日本关系的意愿，表示希望尽快让文在寅政府时期一度决定废弃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恢复正常运用。韩国国防部周二也宣称，将综合考虑韩日间各种问题解决进度，研讨是否推动该协定恢复正常。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当天积极回应称，愿意就此加强沟通。日韩之间有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韩国大法院近年来有关2战时期日方强征劳工的判决引发日本强烈不满。日本政府还对韩国发起制裁，禁止一些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对韩国出口，导致三星等企业的一些产品生产一度出现困难。作为对日方的抗议，韩国政府不顾美方的强烈反对，于2019年11月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